大家好，我是李双。那今天来分享我们台湾人口疾协会在台北内湖所办的聚餐。这次是我们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聚餐啊！我们订了整整2大桌啊，上面是示意图啦哈。那在等饭吃的时候，我不会让你闲着哦。我这边准备了一些破冰问题，让大家随机抽选哦，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啦。那你抽选问题之后嘞，请跟旁边的人互相发问讨论。这个时候大家都讨论的超级热烈啦，整个就像菜市场一样。那除了聊天的时候，菜也慢慢的上啊，有汉堡，有披萨，哇，还有海鲜，真的是超好吃的啦。好的，那吃完饭了之后，你以为就这样子拍拍屁股走了吗？没有，我们要来一场城市大冒险咯。城市大冒险怎么玩嘞？我们看一下城市大冒险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就是过程中绝对不可以拿出手机，而且所有成员都要跟陌生人说到话哦。那我给的任务很简单，其实都是去买饮料啦。可是内湖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所以很好玩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地图，这个是我们示范的餐厅，周围你们看到有超级多吃的啦。那饮料店就在这我标出来的这4家哈，其实还蛮近的啦。那最后呢，我请大家在港前捷运站的1号出口集合。我们来看下去，大家可以成功达成任务吗？在过了半小时之后，大家都回来了。你以为这样就玩完了吗？才没有。来，各组进行2分钟的讨论，而且呢，要在限时1分钟内去总结刚刚买饮料发生的过程和结果。身为游戏主办人的我来说，哇，真的超期待！不知道会碰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人，或是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个讨论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是在训练我们口疾者的表达思考能力。在短短的时间内，大家必须要做最有效的沟通，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所以呢，你必须同时思考，同时说话。这对口疾者来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几组的实况转播啊，这边那一天风很大，所以你可能会听到满满的风声哈。可以看到这位口疾者非常努力的卖力说话，不好意思，风声太大了。那为了避免伤耳朵，就先跳过哈。那我们来看这一组怎么说。是要买饮料，去什么归记饮料店，然后就是他们很厉害，其实一开始就已经知道归记饮料店是在哪里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朝那个方向走，我们就买饮料。那我在整个过程中有问一对情侣说，请问你知道最近的捷运站往哪里走吗？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西湖跟港前。然后我说，那最近是往南方向，然后我继续走。他们3个也要跟陌生人说话。这样子来，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组员代表他非常的会说话，把所有的重点都讲到了。可是你以为这样子就好了吗？没有。为了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有跟陌生人说的话，所以我都会 cue他旁边的组员来确认，你是不是有跟陌生人说话？我刚刚是去饮料店买饮料，跟店员讲说，我的有绿茶，再算吗？算。
的，所以我就是借由这样的方式来确认每一个人都有达成和陌生人说话的目标。好的，也是要买。那这个是我们其他的照片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站在捷运站这里，然后大家一起说话讨论，非常的温馨啊。这个是大家执行任务所拍的过程，可能会去问路上的路人啊，或是去问一些商店啊等等的，因为在内湖周围有非常多卖饮料的，所以其实你问店家，他们也不一定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间饮料店，因为太多家啦，所以虽然距离很近，但还是要花时间哦。好的，那最后嘞，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聚餐跟城市大冒险的游戏啦。那不知道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呢？针对现场参与的回馈，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而且也没想到自己可以跟陌生人说这么多话。那我在这边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想到这种游戏方式呢？是因为有一次啊，我在面试的时候，我要去台北车站的某一家店，结果那一天出门，我的手机就因为充电的问题，导致我的手机电量非常的低。等我到达台北车站的时候，我手机几乎要没有电了，而且手机非常的烫，我就赶快送修手机。那送修的人跟我说，至少要2-3个小时，因为他们还要检测，确认是不是除了电池之外，还有别的问题。可是那2-3个小时其实就包含了我要面试的时间。然后更可怕的是，台北车站附近的巷子超密集，超多店家。那我要面试的地方是一家做吃的跟做喝的，所以我只好把手机交出去之后，开始疯狂的问路人，请路人拿出手机帮我查那一家店的地点。然后问了大概3-4个人，我才终于抵达那一家店。而且在过程中，我一直超紧张的，还要跑去 Seven 或是全家看时间，真的是超累的。可是我后来想想，虽然没有手机会让现代人感到非常的慌乱，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过程，让我知道，其实我们是可以靠说话去完成非常多的事情。这也是我设计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在过程中你必须要透过说话去达成各式各样的目标，并且在最后的时候可以在1分钟内透过小组的讨论去说明过程发生的事情跟结果。好的，那最后呢，我想再总结是说，其实你比自己所想的还要厉害哦，请记得这一次活动的成就感，大大赞美勇敢说话的自己。好的，我们是台湾人口疾协会，我是双。那我基本上都把影片会备份在我的频道，会不定期的更新。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口疾协会的分享，或者是记录的话，也可以追踪我的频道。那如果你深受口疾困扰，觉得很孤单寂寞，觉得冷，没关系，来，请私讯我们官方的脸书专页，那就会把你加到我们的LINE群组。因为口疾有各式各样的类型，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朋友可以互相交流，大家也可以分享说话技巧。那最后请记得每天要好好的赞美自己，鼓起勇气说话的我好厉害，这对口疾者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我的故事，可以去Sean's Art Life 我的频道去看看哦。那就到这边，希望我们下次可以再一起吃饭，拜拜。